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前段时间，外媒称今年 iPhone 16系列的备货量目标要比 iPhone 15系列增长 10%， 据推算为9000万部左右。然而最近，据相关报道 ，iPhone 16的备货又增加了，苹果将相关备货量增至9500万部。短短1个月内，苹果2度追加 iPhone 16系列的备货量，可见对新产品销售相当有信心。与此相对应的，关于 iPhone 16系列的新爆料也在不断涌出，每个爆料都还相当带劲。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 ，Jeffrey 还是简单给大家打包一套 iPhone 最新鲜的猛料，看看值得咱们花钱买单吗？虽然 iPhone 16的外观可能和 iPhone 15差不多，但屏幕尺寸可是要升级了。据可靠消息 ，iPhone 16 Pro 和 Pro Max 的屏幕都要变大 ，Pro 版从 6.1 英寸涨到 6.3 英寸 ，Pro Max 更是从 6.7 英寸跃升至 6.9 英寸，这可是自2020年 iPhone 12系列以来的首次屏幕尺寸变动哦。听说 iPhone 16系列的电池容量要增加，而且能量密度更高，还可能更容易更换电池。更劲爆的是 ，iPhone 16 Pro 可能支持20瓦的 MagSafe 充电和40瓦的有线快充，充电速度直接翻倍，是不是很心动？iPhone 16全系都会新增一个 Capture 快门按钮，专门用来拍照，位置在手机右侧，可以用来变焦和对焦，轻轻一按就能拍照，方便了不少。今年 WWDC 上苹果宣布的 AI 功能，原本只限于 iPhone 15 Pro 和 Pro Max， 但到了 iPhone 16，全系都能享受这些智能功能了，因为新机将搭载更强大的芯片和更多 RAM。性能方面 ，iPhone 16将搭载全新的 A18 芯片，配备 8GB RAM， 这一组合将显著提高设备的处理速度和多任务处理能力，确保用户在运行大型应用和游戏时依然流畅无阻。此外，8G 内存也是运行 Apple Intelligence 的基本条件。iPhone 16 Pro 将采用5倍光学变焦的相机，和 iPhone 15 Pro Max 一样，而且主摄像头将使用新的索尼传感器，超广角摄像头也将升级到 48MP， 拍照效果更上一层楼。怎么样，这6大升级，有没有哪一点会让你心甘情愿掏腰包呢？不过要说顾客对 iPhone 16系列的自信，大概率还是因为其全新推出的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由于目前仅限于 iPhone 15 Pro 系列及后续机型进行完整体验，因此苹果寄希望用这项全新功能来吸引老用户换新。当然了，换机还只是第一步，想让 iPhone 更聪明，还得继续烧钱。那么用上完整的 Apple Intelligence 到底需要多少钱呢？这钱又花的值不值呢？自 WWDC 苹果公布 Apple Intelligence 以来，这个由苹果打造的个人智能系统就备受瞩目。数以亿计的 iPhone 用户都想知道 Apple 智能到底能带来什么变化，以及会采用怎么样的收费模式。而近日，彭博社记者 Mark Gurman 称，苹果可能会在2025年春天正式把这项能力嵌入到 iPhone 里，并最终可能推出一项名为 Apple 智能家的服务，为用户提供可以按月订阅的额外功能，类似于 iCloud 加和 Apple Music。这并不是无的放矢。苹果通常能从一名用户身上赚到3笔钱：一、硬件销售带来的利润，通过推出高质量、创新性的硬件产品吸引消费者。iPhone、iPad、Mac 等不外如是 ，iPhone 的利润率在 30% 左右。二、应用商店带来的分成，你在 App Store 的每一笔消费，苹果几乎都会从中获取 30% 的平台分成。三、系统进阶服务的订阅费，基于庞大的硬件生态，苹果建立了多套系统级进阶服务，如 iCloud 加、Apple Music、TV 加、Arcade、Fitness 加等，整合了以上多项订阅服务的 Apple One 月费为14.95美元。据市场研究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报告显示，服务收入已经成为继 iPhone 之后苹果的第2大营收来源。有分析师预计，到2025年服务收入将占苹果总营收的 25%， 这将意味着苹果服务的年收入将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而为用户提供更好的 AI 大模型，显然也是苹果能提供的进阶服务之一。今时今日，系统级的软硬件订阅服务只是苹果服务营收的首升之将，营收大头还是来自应用平台的分成，而 Apple 智能的加入可能会为苹果的订阅服务带来新的增长机会。毫无疑问， Apple 智能是时代给出的答案，它与苹果以往推出的服务影响力不在一个量级。iCloud 与 Apple Music
都是苹果以更优秀的服务换取更多收益的成果，但更多的局限性为单一功能的服务。而 Apple 智能是无潜力的对苹果强劲的硬件、生成模型及用户个人数据进行融合，创造了一个智能系统。在 Apple 智能加持下，苹果提供了系统级的 AI 大模型文本工具 Writing Tools， 这项功能可以在系统各处使用，帮助用户对文本进行改写、校对和摘要。还有系统级的 AI 生图能力，比如使用 Image Playground 功能，用户可以随时在 App 中创作有趣的图像，而用 Emoji 则可以根据聊天场景自动生成新的 Emoji 表情包。最具价值的是与 Siri 一起整合的 App Intense 意图框架，让 Siri 可以充分调动设备中的信息、数据，并且根据用户的意图、场景提供智能化的综合服务。根据 WWDC 上发布的新 SDK， 第三方开发者只需要几行代码，就可以将 Apple 智能服务整合到应用当中，将一个 App 快速改造成一个具备 AI 大模型能力的产品。这也就意味着 Apple 智能的智力水平会成为这项系统级 AI 服务的关键。从 Apple 智能的架构上看，这是一套端云混合的大模型架构。苹果提供了多个端侧大模型来分别支持语言和图像功能，但遇到本地大模型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就会在经用户同意后，将数据传输到云端服务器上 ChatGPT 等大模型服务来处理。这个云端模型的服务水平，可能就是 Apple 智能加服务收费的关键。Apple 智能的基础功能很可能是免费的，但这也意味着你只能享受到免费级别的服务。而如今大模型厂商们的盈利手段之一，就是能力更强大的高级订阅服务。除了 ChatGPT 外，有不少传闻表示，苹果正在接洽多家第三方大模型供应商，包括 Google Gemini、百度文心一言等。而随着技术进步，我们已经能看到越来越多术业有专攻的 AI 大模型，即 OpenAI 一家旗下就有 GPT-4o、DALL-E、Sora 等多个模型。对于10亿级别的苹果用户而言，自然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细分场景，如码字的作家、编程的工程师和拍片的导演，对于模型的需求显然也不尽相同。苹果很可能在系统中就会提供丰富的订阅套餐，可能初级大模型可以处理文书工作，中级大模型具备文生图功能，而高级大模型则具备世界模型的能力了。这些模型的能力会对所有接入 Apple 智能的应用进行系统级的干涉，你在调用 AI 能力时，不会被一个个解锁付费的弹窗打断，即可得到几乎最专业的模型的最优解。这也是苹果一以贯之最擅长的事情。用户需要的不是一份大而全的菜单，而是期待米其林主厨能来一场 omakase。或许这件事情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据彭博社报道，苹果院士费尔希勒将代表苹果公司加入 OpenAI 的非营利性董事会，充当观察员的角色，无疑为两者的进一步合作埋下了伏笔。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会愿意花钱订阅一个智力外挂，让你的 iPhone 更聪明一点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